Hello， 爱瑞小伙伴啊，今天这期视频带来真我 GT5 Pro 的开箱，我们看一开始。最近运气真好啊，GT4 Pro 呢也是拿了白色的版本，感越级还是挺环保的，用纸来包装这个手机。100瓦 A2C 的这个数据线，但是这个质感啊是这种素皮质感的啊，应该是很接近那个手机的那种质感的手机壳啊。 我们来看手机啊，首先呢，这一次的这个屏幕呢，虽然说没有采用的是2K 屏幕，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屏幕的这个素质呢，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它是这个京东方联合定制的这个叫做无双屏，最高的这个局部亮度能达到4500尼特，我的天哪！ 这应该是目前所有手机中最亮的这个亮度了。那如果说我们手动波动亮度能达到1000尼特，但是它的峰值整个屏幕的亮度是1600尼特，同时呢也有这个144赫兹的这个刷新率，然后同时呢也是有2160赫兹的高频 TM 调光啊，高亮度是这个采用的是这个 DC 调光，当然呢依然是这个曲面的屏幕啊。那同时呢它也是支持了这个8T LTPO 的这个自适应刷新率啊，那从0.5赫兹。 到144赫兹这样的一个自动调节，比如说我们看到视频，它是60赫兹，那我们看一些高帧率的这种视频，能带来更对应的这种刷新率啊，从而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个适应。同时呢，它也是能带来更好的一个省电效果。整体来说，这一次真我的这个屏幕来说啊，算很旗舰了啊，金属的中框啊，这点没啥毛病啊。顶部的这个金属的中间呢，嵌入了一块玻璃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呢这儿呢是这个扬声器，那这儿呢是这个红外，那这儿呢是这个麦克风。好，我们来看背面啊，白色依然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配色啊，它不是纯白色，它是那种金白色。那摄像头呢，叫做什么呢？星耀光轨镜头。这一圈的这个纹路的，你们看，从这儿延伸出来，而底下呢是一圈这种金色的一圈包裹在这个上面，所以说呢会给人。 视觉上带来这个摄像头不是很突出的这种感觉，这也就是摄像头的整个的一个设计。那整个背面呢是这种素皮的材质。那我在开箱的时候也说了嘛，手机壳其实也是和这个手机的背面的材质呢是相呼应的。说到这个真我GT5 Pro 啊，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处理器了，骁龙8.3啊。值得说的一点啊，那这一次也是加入了这极客性能面板2.0啊。顾名思义啊，极客对吧？除了我们开启 GT 模式之后。 那它呢也是支持的这样一个功能，能够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打开这个极客性能面板，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调整 CPU 的这个频率，从而能带来更强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表现了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这个游戏表现啊。王者荣耀支持了120帧啊，实测1级游戏平均率为120.3帧，和平精英支持了90帧啊，1级游戏平均率为89.7帧。到了原神了啊，实测1级游戏还是挺稳的，虽然有点小波动，但是整个的体验还很稳定啊。 30分钟平均率60.1帧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真我 GT5 Pro 啊，卷的真的是很厉害啊，都有潜望式长焦了，你就说怎么选？这一颗主摄呢是采用的是这个 LY808这颗主摄啊，熟不熟悉是吧 ？f1.6 的光圈，同时还有1/4英寸的这个大底 ，OS 光学防抖啊等等。这颗潜望式长焦啊特别有意思，像采用的索尼 X890。 啊，这一颗大底的这个长焦啊，比如说我拍近处的时候，但是我不想怼在那个物体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可以使用长焦来进行拍摄了。但是这颗长焦来拍摄的话，优点呢就是能带来更好的一个色彩的捕捉，同时呢，比如说用它来拍人的话啊，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这种景深的这个效果啊，因为它有这个2.6的一个光圈嘛。当然啊，这一颗800万像素的一个广角镜头啊，这颗主摄和这颗长焦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那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样张表现。 那 GT5 Pro 呢，其实也是首发了 Realme UI 5.0的这个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其实之前呢也和你们大家聊过啊。比如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呢，就是录音机的这个功能啊。就是这个功能呢，它不仅仅可以录制我们电话通话的这个录音，同时呢，比如说我们使用微信的通话以及我们 QQ 语音的通话，它都能给你们进行这个录音，这就非常方便了。以前我们使用这个微信录音的时候，要么就是使用录屏，要么呢就是用另一个手机。 要么呢就是用第三方，那这个时候就很方便了。再有一点呢，其实呢就是这一次的系统啊，就是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啊。你看之前我们有人脸识别，我们有指纹识别，是吧？好，
好家伙，这回给你来了一个掌纹识别，这个不仅有掌纹识别啊，给你带来了一个指尖来进行调整，你的指头呢就成了一个鼠标一样在那划来划去，还能进行这个手指的进行一个操作。它相比比如说像友商的那个滑动，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滑动啊还是有点意思啊，可以，但是这个掌纹的这个也有这种失败率，所以说趣味啊大于这个实际的功能。我目前的这个体验来看啊，那其他方面 GT5 Pro 啊，终于啊也是支持了无线充电了啊，这应该是目前首款真我首款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了，而且给到了50瓦啊，很不错啊，5400毫安时电池，100瓦的快充，50瓦的无线充电啊，整体配置来说没啥毛病。那今年的真我 GT5 Pro 应该算是目前真我最起眼的是手机了。你看这一次不管是屏幕，包括这个影像啊，当然影像我觉得唯一的小小的遗憾就是广角镜头，比如说电池的大小呀，比如说处理器的性能呀，同时呢它也是加入这个极客面板2.0，这个我觉得啊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特别有用，包括无线充电也有了啊，这个快充也有，大电池也有了，所以说整体来看诚意还是十足的。包括最新的这个系统，我觉得这一台手机目前我的体验来说，2个遗憾，一个呢就是没有 IP68 防尘防水，第二呢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广角镜头。但是啊，如果说它的价格够香，我觉得这台手机也是可以值得入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也就是真我 GT5 Pro 的开箱体验了。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什么想问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来关注我，我是大龙，我们在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